当了5年幼师的我，一朝穿成了皇宫里最低等的妃子。由于没有金手指，于是我决定摆烂。没想到在皇宫混吃混喝了1年，和我同住一个宫殿的嫔妃突然就被赐死了。她膝下3岁的五皇子就成了烫手山芋，谁都不愿意接手。最终推来推去，竟落到我头上。养孩子什么的，我倒是擅长。直到第2年，某个贵人病逝，膝下刚满月的公主送到了我宫里。再后来，嚣张跋扈的梅妃倒台，10岁的长公主也加了进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五皇子被送到我宫里的时候，我还在捣鼓冰镇绿豆汤。因为位分低，我宫里分到的冰块少得可怜，降不了温，只能拿来做点绿豆汤消暑。念圣旨的刘公公都被热得不想多待，甫一念完，便急不可耐要离开。恭喜江嫔娘娘，咱家还有要事，就不多留了。我微微扶了扶身，将手上的手镯摘下来，有劳刘公公了。刘公公看见玉镯，眼睛一亮，不动声色地收下后，才低声开口：您已晋升至嫔位，再加上要抚育皇嗣，内务府那边自然不会少了您的份例。晚些时候，咱家让他们送些冰块过来。多谢刘公公。等送走刘公公，贴身婢女阿荣才愤愤不平地开口：这分明是欺负我们小主无权无势，无人撑腰。小主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就要给别人养孩子，还是个人人嫌。阿荣，我呵斥，不知规矩，下去。不远处，站在奶娘身后的五皇子瑟缩了一下，一双小鹿般的眼睛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盛了一碗绿豆汤，蹲下招呼他过来。我熬了1个时辰的绿豆汤，甜甜的，你要不要喝？他犹豫了下，在奶娘的推动下，才慢慢走过来。但他并没有接绿豆汤，而是规规矩矩地向我行礼，诚意拜见江嫔娘娘。我愣了一下，悠悠地叹了口气。我是1年前穿到齐国的，原身和我名字一样，叫江之意，是一个9品小官之女。当发现自己不仅穿成了皇宫里位分最低的答应，还没有金手指后，我开始在皇宫里混吃等死。当时我所住临月宫的主位是比较受宠的乐嫔，因我相貌平平，对乐嫔并无威胁，我们住在一起倒也相安无事。直到半个月前，乐嫔的父亲被查出贪污，满门抄斩的同时，他也被赐了一条白绫。在这偌大的后宫，一个妃子倒是死不足惜，但他所生的五皇子谢承义一时就成了烫手山芋，谁都不愿意接手，推脱来推脱去的，不知道谁在皇帝跟前提了一嘴我和乐嫔同住。皇帝当即下旨封我为江嫔，抚养年仅3岁的谢承义。看着面前才3岁就会看人脸色的奶团子，我不由得有些心疼。穿到齐国之前，我当了5年的幼师，带孩子什么的倒是比较擅长。我深吸一口气，蹲下，一脸崇拜地看向他。听说承义前几日做了纸鸢，你好厉害呀，我都不会做，能教教我吗？和小朋友拉近关系最快的办法就是各种夸夸，并让他成为老师。果然，原本还紧绷着情绪的谢承义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随后有些期期艾艾地问：真的吗？当然啦，我从没见过这么小就会做纸鸢的呢，你愿意教我做吗？我愿意的。就这样，我只花了半天的时间就拉拢了谢承义的心。晚上的时候，他已经会甜甜地喊我江娘娘了。照顾一个3岁的小奶娃对于我来说并不麻烦，甚至还有些得心应手。因着乐嫔一事，皇帝似乎对这个五皇子也有了芥蒂，扔给我养后便再也没管过。各个宫的妃嫔们也避我如蛇蝎，不用侍寝，不用宫斗，无痛有娃，我自然是乐在其中的。然而这般悠哉日子并没维持太久。中秋宴上，皇后喝多了酒，独自一人在百菊园透气时突发心急晕倒，被想给我摘花的谢承义发现，他及时找到太监和宫女们，救了皇后一命。此事过后，皇后赏赐了许多东西到我宫里，皇帝在前朝也对谢承义赞赏有加。一时间，宫里大大小小的嫔妃都快把我临月宫的门槛踏破。唯一的好处是，皇后见谢承义灵敏聪慧，特许他跟着太子殿下读书识字。只是这读书识字，读着读着，太子就读到我宫里来了。在太子谢承前又一次深更半夜，以怕黑为由，抱着小被子敲开临月宫的大门时，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殿下还不到出宫见府的年纪，为何不与皇后娘娘同住呢？听到我的话，谢承乾脸上闪过一丝失落，好半天才小声回道：母后不喜欢我。我虽不参与宫斗，但宫中这些嫔妃的底细我还是摸得很清楚。皇后是将门之女，也是皇帝的发妻，听说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两人很是恩爱。直到皇帝登基后，因为忌惮他父兄的威望，皇帝下令让他的父兄出征，结果他父兄双双战死在沙场，从此家族没落，他也患上了心疾。想必皇后是被枕边人算计伤透了心，因此也不待见这个流着皇帝血脉的孩子。我如是猜想着，本来不想沾惹这些是非，但看到谢承乾脸上小心翼翼的神色时，我又心软了。不过是个5岁的孩子。最终谢承乾欢天喜地地挤进了我和谢承义的被窝，睡得迷迷瞪瞪的谢承义还软糯糯地问道：是齐天大圣来了吗？这几日给谢承义讲的睡前故事是《西游记》，他最喜欢齐天大圣。是你太子哥哥。我原以为谢承乾半夜偷偷跑我宫里一事，皇后并不知道。直到某日我陪皇后散步，一向沉默寡言的皇后突然对我道：我活不久了，太子很喜欢你，以后就拜托你了。我有些惶恐，不知道皇后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斟酌了好一番才回：娘娘千金之躯，自会长命百岁。她苦笑一声，低声自嘲：我哪还有颜面活在世上，阿父阿兄该恨透我了。我还没想明白皇后的话，初冬的第一场雪落下时，皇后就一病不起了。协理6宫之权落到了最受宠的于贵妃手上。于贵妃的性情与皇后截然相反，十分会拉拢人心。她掌权之后，不仅免去了各宫每日的请安，对待其他嫔妃还很大方。今日赏匹绸缎，明日赏对首饰的，俨然一副心厚的模样。自此，来皇后宫中的嫔妃就更少了，只有我日日带着谢承义到皇后宫中市集。你大可不必如此的。皇后说，讨好于贵妃比讨好我这个将死之人有用。娘娘又说胡话了。我将温热的药碗递给谢承乾，推着他往前去服侍你母后喝药。自皇后生病后，我便想方设法的让她与谢承乾多相处。我能感受到，皇后并不是不喜欢这个孩子。若真如皇后所说，她时日不多的话，我不太希望她与谢承乾之间有太多遗憾。趴在床边的谢承义眼巴巴地看着谢承乾给皇后喂药，皇后喝下最后一口汤药时，他立马眼疾手快地挤开谢承乾，将手中的饴糖递给皇后，奶声奶气地开口：母后吃糖，吃了就不苦了。皇后眼角弥漫出一丝笑意，等到嬷嬷将2个小团子带去读书后，才柔声对我道：谢谢你。我将宫女刚灌好的汤婆子塞进她怀里：娘娘若真心想感谢臣妾，就快点好起来吧。临近年关，皇后的病还是没有好转，于是筹办年宴一事就又交给了于贵妃。一时间于贵妃风头无两。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柳贵人在腊八那天诞下了一位公主。小公主甫一出生，连下数日的大雪罕见的停了不说，就连倚梅园的梅花也在一夜之间争相开放。前不久钦天监的官员们还担忧，若这大雪一直不停，齐国北边城池恐怕会有雪灾。小公主的降生仿佛就是上天赐下的祥瑞一般。皇帝大喜，当即给小公主赐了封号瑞昭。谢承义得知自己有一个妹妹后，日日在我耳边念叨：江娘娘，我已经有5朵小红花了，什么时候才能去看小皇妹呢？此前为了鼓励谢承义好好读书，我搬出了曾经当幼师的那套讲法，也就是小红花。瑞昭公主还没满月，不能见风，等她满月了，我就带你去看。我如是搪塞道。其实不满月也能看，但柳贵人是梅妃宫里的，梅妃又与于贵妃一派，我实在是不想去沾染那些是非，能拖一天是一天。只不过还不等小公主满月，突然传出了柳贵人暴毙的消息。按理如今是于贵妃掌管6宫，此事落不到皇后头上处理。然而那位柳贵人的贴身婢女却连夜抱着还没满月瑞昭公主跪到了皇后的坤宁宫外，求皇后娘娘救救小公主，为我小主伸冤。此时我刚服侍着皇后睡下，那婢女发髻凌乱，看上去是趁人不注意偷跑出来的。
一见到皇后，她便扑通一声跪下，求皇后娘娘救救小公主。她怀里的小公主啼哭不止，我上前轻声道：“给我吧。”见我抱走小公主，皇后这才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婢女回道：“奴婢锦绣是柳贵人从府中带进宫的丫鬟。我家小主身体一向康健，但下小公主后也恢复得很好，连太医都说小主体质异于常人，是长寿之相，绝不可能暴毙。小主出事前，梅妃娘娘曾派人送药膳过来，说是有助小主恢复的。然而小主吃下后没多久就腹痛如绞，奴婢去请太医，却发现太医院所有人都被召去了于贵妃宫中，没有太医及时诊治，小主最后被活活疼死。奴婢的阿姐去于贵妃宫中，想求她验一验梅妃娘娘送的药膳，却被梅妃娘娘以阿姐构陷她为由，让人杖毙了阿姐。锦绣神色悲戚，小主和阿姐都相继毙命，恐怕下一个就要轮到小公主了。皇后娘娘仁慈，求您救救小公主。本宫知道了。皇后对一旁的嬷嬷吩咐道：“传于贵妃与梅妃。”顿了顿，她又道：“皇上也一并请来。”说完，皇后就低声咳嗽了起来。她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等到于贵妃和梅妃不急不缓地过来时，我已经将小公主哄睡着。交由给奶娘后，我站到了皇后身旁。于贵妃还在恭恭敬敬地行礼，梅妃就已经开始阴阳怪气起来。皇后娘娘这夜半三更的唤我们姐妹二人前来，不知有何指教？妾身昨日才侍奉了陛下，身子乏累的紧呢。梅妃张扬，性格最是骄纵，她不开口还好，一开口，连我都觉得她是个没脑子的。好在皇后并未搭理她。没多时，皇帝也来了。皇帝想必是刚从某个妃子的床上起来，脸色十分不好看。见人齐全，皇后便对锦绣说道：“此前与我说的那些事情，你再说一遍。”锦绣一五一十地将梅妃所做之事托盘而出。只不过还不等她说完，梅妃的婢女突然上前给了她一巴掌：“大胆贱婢，竟敢污蔑我们娘娘！我们娘娘好心好意给你家主子赏赐药膳，自己福薄消受不了，竟栽赃到我们主子头上。”婢女的意思便是梅妃的意思。锦绣捂着脸哭泣：“奴婢句句属实，娘娘若真是问心无愧，何不唤太医验一验药膳？”那婢女做事还要再打。皇后开口：“本宫竟不知梅妃的婢女什么时候成了主子了。”语气虽轻，但不怒自威。梅妃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连忙跪下：“皇后娘娘恕罪，她也是为了维护我一时情急。”拖下去，杖毙。皇后淡淡道。她话音落下后，一时殿中的所有人都震惊了。直到那婢女哭天喊地的被人拖出去，梅妃才回过神，转头便拭泪看向皇帝：“皇上。”谁曾想，皇帝脸色更冷，对皇后不敬：“你若求情，那就随他一起杖毙。”我愣了一下，没忍住偷偷打量了一下皇帝。我与皇帝见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过来，所以对他并不熟悉。皇后生病，皇帝从未来过坤宁宫，我一直以为他对皇后早已没了年少的情分。现在看这维护的模样，我有些不懂。这时，于贵妃突然开口请罪：“此事是臣妾之错，还请皇后娘娘和陛下降罪。下午承则突发高烧，好几个太医都诊不出病因，臣妾一时心急，这才乱了阵脚，将全太医院的太医都召集到了安乐宫，没曾想竟耽误了柳贵人。承则是大皇子的名字。”闻言，皇帝也软了神色：“承则现下情况如何了？”“已经好多了，刚才臣妾过来的时候还念叨着，若是见到陛下了，让臣妾转告一声，他有几篇策论不懂，想让陛下教教他。”眼见着皇帝的注意力即将被于贵妃带偏，我轻咳了一声，及时开口道：“既然梅妃娘娘与婢女锦绣说法不一，那何不让太医验一验柳贵人的尸体和药膳？”皇帝这才注意到还有我的存在。“那便验吧。”皇帝说。不一会儿，太医院那边就来了2个太医，一人验尸，一人验药膳。然而结果却和我想的不太一样，药膳无毒，柳贵人也并非中毒身亡。得知结果的锦绣喃喃道：“不可能，小主明明是吃了那药膳才开始腹痛的。”一旁的太医解释道：“柳贵人生产后体虚，时值隆冬，想必是贵人坐月子期间染了风寒，
这才突发急症暴毙。不对！锦绣突然抱起，抓着那太医。之前也是你为我家小主请平安脉，明明是你说我家小主体质好，是长寿之象。见锦绣失控，立马有太监上前钳制住他。梅妃此刻有了底气，声泪俱下道：皇上，现在您相信臣妾了吧？臣妾真是冤枉的啊！一场闹剧最终以锦绣被赐死，梅妃禁足10日结束。待到他们所有人都离开后，皇后问我：你怎么想？我想起先前那个太医被锦绣质问时，脸上一闪而过的心虚。臣妾怎么想不重要，我说要看皇上怎么想。皇后又咳嗽了起来，咳着咳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她轻声对我道：这后宫是会吃人的，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今后若我不在，你只要谨言慎行，日子不会太难过。柳贵人一事了结，瑞昭公主的处理便又成了新的问题。和曾经无人愿意接手的谢承义不同，在瑞昭公主这边，宫中但凡能说上话的嫔妃，无一不想争一争她的抚养权。毕竟和宫上下，唯有带着祥瑞出生的瑞昭公主最受宠。皇后问我为什么不和其他嫔妃一样去争一争。彼时我正被谢承义和谢承乾缠着打雪仗，我顶着一头雪，一脸无奈。娘娘，两个已经够烦的了。她难得笑了笑，恐怕如不了你的意。皇后一语成谶。没过2日，刚满月的瑞昭公主就被人抱到了我宫里。宣旨的还是皇帝身边的刘公公，将圣旨交到我手中后，他笑得眉不见眼的。恭喜江嫔娘娘，您是不知道有多少娘娘想抚养瑞昭公主呢，您这是独一份的福气。我看着一旁嬷嬷怀里还在吃手的奶团子，长叹了一口气。这算哪门子的福气？瑞昭公主放在我名下养，后宫上下没一个高兴的。这下我的临月宫又成了他们避如蛇蝎的地方了。唯一高兴的大概就是谢承义和谢承乾，两人恨不得连如厕都要带上小妹。瑞昭养到我宫中后，皇帝来临月宫更勤一些。虽说每次都只是小坐一会儿，逗逗瑞昭，但这也足以让有些人心生不满。梅妃隔三差五地宣我到她宫中，然后寻我错处，罚跪罚抄都快成了家常便饭。皇后说，此前争抢瑞昭公主的抚养权，梅妃是争得最厉害的。梅妃仗着自己生养过长公主，威逼利诱吓退了好一些妃子，没想到最后被我截胡了，自然是会心有不甘，避着些她就行。皇后对我说。皇后病得越来越重，像是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她开始着手教我处理后宫事务。又一日处理完皇后交给我的内务，我想起先前教谢承义背诗，背到破蜡惊春意，凌寒是小妆时，谢承义问我腊梅长什么样。于是我问皇后身边资历最老的嬷嬷，宫中可有腊梅？嬷嬷思索了一番，有是有，不过生在冷宫那处。若娘娘想要，老奴晚些时候去给您摘几枝。不必，我自己去就行。如那嬷嬷所说，冷宫处处都是腊梅，我带着阿荣随意摘了几枝后，便准备回临月宫。没想到在经过某处荒废的院子时，突然听到有小孩的哭声。阿荣被吓得不轻，哆哆嗦嗦道：娘娘，我们快回去吧，宫里的老人都说冷宫不干净呢。但我却听那小孩哭声十分耳熟，遂对阿荣道：你害怕的话，就在此地等我，我过去看看，若是某个公主皇子走丢了就不好了。将腊梅递给他后，我只身前往那哭声处。果不出我所料，那院子里蹲着哭泣的是长公主谢清婉，也就是梅妃的孩子。这段时间天天被梅妃穿小鞋，我本来不想多管闲事，但见她哭得实在伤心，我还是没忍住走上前问道：殿下怎么独自一人在这荒凉的地方？谢清婉怀里抱着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小猫生得很好看，还有一双湛蓝色的眼睛，只不过那双好看的眼睛此刻灰暗无光，像是将死之兆。先前被梅妃罚跪的时候，我曾在她宫中见过这只猫。这猫是前不久波斯朝贡送来的，同一批有好几只毛色漂亮的猫，被皇帝分给了个宫嫔妃，梅妃分到的便是这只白猫。雪团吵到了母妃，母妃踢了他，还要杀了他。谢清婉抽抽噎噎道：所以你偷偷带他跑出来了？他点了点头，语气里满是哀伤。
母妃不喜欢他，也不喜欢我，或许哪一日我也会像他一样被母妃抛弃吧。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毕竟在外人眼里，梅妃十分疼爱谢清婉，平日里嘴上10句话有9句都是在夸她天资聪慧，无人能比。我思索了一番，斟酌着开口，如果公主相信我的话，我帮你救雪团。听到我的话，谢清婉原本暗淡的眼神突然升起希冀，真的吗？我点了点头，若我能救活雪团，到时候就先养在我宫里，等到公主以后有自己的府邸了，再来我这里接走雪团，期间公主也可以悄悄来我宫里看望她。可我母妃那样对你，你不讨厌我吗？谢清婉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她今年已经10岁了，知道梅妃与我之间有过节。我安慰道，那些和你都没有关系，此刻你需要思考的是，要不要相信我一次。最终谢清婉选择相信我。将雪团交给我时，谢清婉郑重道，他日如果有我能帮上江娘娘的地方，清婉定会倾尽全力。我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好。回到林月宫后，我便让阿荣悄悄去太医院找了个太医来救治雪团。梅妃那一脚虽然踢得重，但好在没伤及要害。雪团养伤期间，谢清婉时不时会偷偷来我宫里看她。谢承义和谢承乾此前没怎么接触过长公主，此番一接触，3人倒是能玩到一块儿去。不过好景不长，不知道是不是被梅妃发现了，谢清婉渐渐不再来林月宫。有时我们在路上遇到，我想同她说话，她甚至还会避开。谢承乾曾偷偷和我说，他之前看见谢清婉手上有伤痕，像是被人打的一样。我有些担心，但碍于梅妃，又不好过问此事。直到年30那天，谢清婉身边的婢女突然找到我，说谢清婉约我到御花园见面。因为担忧谢清婉，我毫不怀疑的便跟着她走了。然而等我赶到御花园，看到的却是在池水里扑腾的谢清婉。池水寒凉，来不及思考，我当即跳下去救人。没想到我刚将谢清婉救上岸，梅妃便带着一大帮人出现在了御花园。见到湿漉漉的我和谢清婉，梅妃想也没想就冲上前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好你个江嫔，有什么你冲着我来，何故要对我的孩儿下手？我被这一巴掌扇懵了，好半天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我是被算计了。没想到梅妃为了算计我，竟然不惜搭上谢清婉的命。跟着梅妃来的人，除了后宫的一众嫔妃，还有皇帝。今日年宴，他们都是从宴会上赶过来的。梅妃一把从我怀里夺过谢清婉，哭诉道：“陛下，你可得为臣妾和婉儿做主啊！江嫔如此恶毒，竟将婉儿推下水。”谢清婉脸色苍白地躺在他怀里，双目紧闭。此时我也顾不得辩解，急声道：“能不能先传太医？公主殿下刚才呛了不少水，池水寒凉，若是寒气入体，会有性命之忧，不需要你假情假意。”梅妃冲我吼完，又看向皇帝：“陛下，这毒妇如此害我们的孩儿，够了！”皇帝怒吼一声：“告状重要还是清婉重要？来人，传太医！”还好我救得及时，谢清婉并没有呛太多水。等到谢清婉悠悠转醒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此时我还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跪在梅妃的宫殿里。见皇帝迟迟没有处置我的意思，梅妃又提醒：“陛下，婉儿已经醒了，要如何处置这毒妇？”于贵妃也在一旁煽风点火。臣妾问了几个路过的宫女太监，说是都目睹了江氏推公主下水。这次梅妃和于贵妃似乎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江嫔与公主无冤无仇，怎么可能会推公主下水？皇后冷声道。下午听到我出事后，还在病中的皇后立马赶了过来，也是她一直坚持等谢清婉醒来，亲自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婉儿，你来说，是不是江嫔推你下水？梅妃问道。刚醒的谢清婉还有些虚弱，并未回答她。梅妃又急不可耐地催促：“你说啊，父皇和母妃都在此，一定会为你做主的。”谢清婉缓慢地转动眼珠，看到了跪在地上的我。随即她颤颤巍巍地撑着床坐起来，而后下床扑通一声跪在皇帝面前，求父皇救我。母妃，谢清婉眼含泪水，她想淹死我。此言一出，满堂皆惊。
梅妃当即尖声道：“你胡说八道什么？母妃让人推我下水，想淹死我后栽赃给江娘娘，这样她便可抚养瑞昭皇妹。”谢清婉还没说完，梅妃便冲上前打了她一巴掌，怒喊道：“是不是江氏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我才是你母妃，你不向着我就算了，竟合着外人构陷你母妃，放肆！”皇帝厉声道：“你把朕放在眼里了吗？”梅妃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失态，连忙解释：“陛下，臣妾只是担心婉儿被奸人所蒙骗，一时情急，毕竟我是婉儿的亲生母亲啊。”“你不是。”谢婉清打断他。此刻他眼神一片清明，他挺直背脊，向皇帝叩拜后坦然道：“父皇，婉儿的生母不是梅妃娘娘。”谢清婉的话犹如一旦激起千层浪，连于贵妃都失态地站了起来。皇帝黑沉着脸，什么意思？自我记事以来，母妃就一直不喜欢我，无论做什么，只要稍不如母妃意，我就会被打骂惩罚。谢清婉将衣袖捋起，露出胳膊上青青紫紫的痕迹，那么多伤痕，在场的嫔妃看到后，无一不面露不忍。我以为是我不够努力，才不讨母亲喜欢。直到有一次，我无意听到母妃说起我的身世，我才知道我并不是母妃所生。母妃无法生育，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10年前，她让人在宫外寻了一个哑奴，让哑奴替她怀上孩子，待到哑奴生产完，就杀了哑奴。10年来，母妃靠我引起父皇的注意，直到前不久瑞昭皇妹降生，见父皇更喜欢瑞昭皇妹，母妃便设计害死了柳贵人，想夺走瑞昭皇妹，没想到瑞昭皇妹最终被赐给了江娘娘。母妃心生怨恨，昨日与人商议，想借我之死陷害江娘娘。说到最后，谢清婉哽咽道：“可江娘娘是整个皇宫里对我最好的人，父皇曾教导过我，人不能忘恩负义。”一番话说完，不仅皇帝沉默，连我和皇后都愣住了。谢清婉竟然不是梅妃所生。梅妃此刻也只剩惊慌，语无伦次道：“不是的，陛下，臣妾没有，清婉还只是个孩子，定是有人教她撒谎。”皇帝闭了闭眼，缓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传大理寺少卿重查柳贵人一案。”他顿了顿，睨了一眼梅妃，独负梅氏，贬为庶人，赐自尽。很快便有太监来拖走梅妃。“陛下，臣妾知错了。”梅妃跪在皇帝面前，抓着他衣角不住磕头：“臣妾真的知道错了，求陛下饶命啊！”见皇帝无动于衷，梅妃又看向于贵妃：“贵妃娘娘救我！当初可是你说的要陷害江嫔，你不能坐视不管啊！”被点到的于贵妃有一瞬间的慌乱，但很快便镇定下来，急声厉色道：“你如此作恶多端，竟还要攀咬我！”说完，又对太监道：“还不将这罪妇带下去！”见于贵妃将自己摘得干净，梅妃恨不得生啖其肉，被太监拖走时还在不住的嚎叫：“好你个余音！今日你过河拆桥，他日你下场定比我还惨！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真相大白，穿着湿衣服跪了一下午的我脑中那根弦再也绷不住，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等到我再醒来，已经是3日后了。柳贵人一案查清，确实是被梅妃所害，长公主所言也全是真的。梅妃一族欺君罔上，被皇帝诛了9族。许是觉得愧疚，皇帝晋升我为妃，赐封号衔，同时还赏赐了许多金银珠宝。于是我的灵月宫又双若浊变得热闹了起来，来来往往的妃子无一不是想来讨好我的。好在阿荣有眼力见，通通将其拒之门外。养病期间，谢承义和谢承乾日日跟在我身边。皇后说我昏迷那3日，可把他俩吓坏了，饭都不吃也要守着我。因着梅妃，这个年过得并不太平。元宵过后，我风寒痊愈，打听到谢清婉如今一个人住后，我主动去找了皇帝，求他将谢清婉赐给我抚养。皇帝有些惊讶：“你不记恨于他吗？”我笑了笑，回道：“陛下，他只是个孩子。”谢清婉搬到我宫中来那日，眼眶红红的，我对他张开怀抱：“恭喜你脱离苦海。”他猛地抱住我，放声大哭：“对不起，对不起。”我拍了拍他的后背：“你什么都没有做错，不用对不起。归根结底，他都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
无论梅妃做过什么，都不应该她来承受。谢清婉住进林月宫后，我开始了一拖四的生活。皇后娘娘身体愈发不好，谢承乾便干脆住在了我宫里。我那本就不大的床，每晚要挤3个孩子。西游记讲完讲水浒，水浒讲完讲三国，每晚都要讲得口干舌燥，几个叽叽喳喳的崽子才会沉沉睡去。有时候我还在庆幸，还好瑞昭小，有奶娘帮着照顾，不然简直不敢想。自成为贤妃后，皇后也更放心地将宫中的一些事务交给我。此前没事当着皇帝的面攀咬于贵妃，虽然于贵妃有自证清白，但还是让皇帝起了疑心，收回她协理6宫之权。他倒也消停了一段时日，直到皇后生辰时，宫中进了刺客。2月12是花神节，也是皇后的生辰。开了春，皇后的病隐隐有所好转，皇帝便借着花神节想为她办个寿宴。皇后本想将寿宴一事交由我负责，没想到皇帝却突然反常地将此事交给了冷落多日的于贵妃。我不明白皇帝为何会这样做，直到寿宴上，伪装成太监的刺客拔剑冲向皇帝，像是慢动作般，我看见惊慌失措的嫔妃和世家宗妇，看见四处逃窜的宫女太监，我还看见皇后起身挡在了皇帝身前。皇后倒下的那一刻，我疯了一般的推开挡在我面前的阿荣，跑向他。传太医，传太医啊！我一边捂住皇后不断流血的腹部，一边撕心裂肺的大喊：知意，我太累了。皇后靠在我怀里，虚弱的开口：以后承乾就拜托你了。不要！我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我不会管谢承乾的，你不许睡，你自己的孩子自己管。他笑了笑：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痛哭流涕的哀求他，再坚持一下，求你了，太医马上就到了。他没有回我，而是看向一旁皇帝。皇上。先前一直呆愣着的皇帝这才回过神，声线颤抖：我在。我不恨你了。皇后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拿我的寿宴试探于氏一族，我不怨你，还请你看在我林家3口都为你死的份上，善待太子和贤妃。皇帝的脸色在听见这句话的时候瞬间变得惨白，他嘴唇蠕动，好半天才回：我答应你。听到他的回答后，皇后娘娘笑着闭上了眼，在我怀里没了声息。皇帝还想触碰她的脸颊，被我狠狠扇了一巴掌。我冲他吼道：明明他的病已经有了好转，为什么你要这么对他？今日是他的生辰啊！我崩溃大哭：你没有心的吗？将他父兄算计死了，为什么连他也不放过啊？他是你的妻啊！明明今日是他的生辰，明明早上他还笑着答应我等病好了，我们带上4个孩子出宫踏青，明明他是那样好的人。皇后出殡那日，于是全族被斩首，但皇帝留了于贵妃一命，只是将她打入了冷宫。我前去质问他为何这么做时，皇帝只回了我一句：不关你事。此时我还不知道他酝酿着怎样可怕的复仇计划。骂了他一顿后，我气愤地回到了自己的林月宫。此后，只要我与皇帝碰面，我都要指着他鼻子骂他：狼心狗肺，猪狗不如。皇帝也不吭声，任由我骂。骂完赏赐我一堆东西后，就销声匿迹，然后隔1、2个月又来挨骂，周而复始。瑞昭1岁时，皇帝敬我为皇贵妃，将凤印扔给了我。此后再没选过秀女。瑞昭2岁的时候，谢承义5岁，能进上书房念书。至此，我每日不仅要应付牙牙学语，把10万个为什么挂在嘴边的瑞昭，还要监督3个孩子的课业。又是一年清明，我带着4个孩子前往皇陵祭拜皇后娘娘时，一个畏畏缩缩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守墓的嬷嬷：那是何人？嬷嬷犹豫了一下，才回道：是大皇子殿下。大皇子谢承则是冷宫于氏的孩子。我皱了皱眉，他怎会在此？2年前于氏被打入冷宫后，大皇子就被人打晕扔到了这里。奴婢们不知道是不是圣意，所以一直不敢管。算算岁数，谢承则如今应当是10岁了，可那身子瘦弱的，还不如5岁的谢承义强壮。于是害死了皇后，我本不想管此事，但临走前，谢承乾突然对我说：江娘娘，我们能带皇兄一起回宫吗？
皇兄在这里都吃不饱饭。我愣了一下，可他的母亲害死了你母后，你不恨他吗？关于皇后的事，我从没有瞒过谢承乾。谢承乾认真回道，江娘娘不是说，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家人，太皇兄以前对我很好，害死母后的也不是他，我们不应该将仇恨放在他身上。而且曾经的梅妃娘娘跟您不也是有恩怨，可您还是接纳了皇姐。我怔了怔，是啊，我以前确实是这么教导他们的，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家人。皇后的死让我的双眼被仇恨蒙蔽，这一切都和谢承泽没有关系，他不过是个受牵连的可怜人罢了。想通一切后，我便带着谢承泽一起回了宫。回宫象征性地告诉了皇帝一声后，我将谢承泽也养在了临月宫。刚开始那几个月，谢承泽依旧很畏畏缩缩，每日吃饭都不敢盛第二碗，同我说话时也细若蚊蝇，似乎生怕惹怒我。直到在谢承义和谢承乾的带动下，他才慢慢打开心扉。在他第一次小心翼翼地跟着谢承义叫我母妃时，我没有纠正他，而是拿出早就为他缝制好的布包。我已经和你父皇说过了，明日你就和承乾承义一起去上书房念书吧。他接过布包，跪下后冲我叩拜后哽咽道，承泽谢过母亲。就这样，我的临月宫成皇宫最大的托儿所。我一脱五就这么过了8年，8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譬如曾经说话奶声奶气的谢承义，如今像个皮猴子，和宫上下除了我没人能奈何他。又譬如自小聪慧的谢承乾，如今在朝堂上已经有了话语权，成了一个合格的太子。博学多才的承泽也成了他的左膀右臂。长公主清婉2年前嫁给了探花郎，如今夫妻恩爱，不必我操心。唯一还留在临月宫的，就只有到了臭美年纪的瑞昭。本来日子过得祥和又平静，我都想好了，等皇帝一蹬腿，承乾登基后，我得出宫去看看齐国的大好河山。只是我没想到的是，于是有一天还能从冷宫里出来。要说我没想到，不如说是6宫上下以及满朝文武都没想到。整整8年，艰苦贫寒的冷宫不但没有搓磨掉他半分颜色，反而将养得愈发动人。当他低眉顺眼地来拜见我时，我面无表情地将那盏热茶泼到了他脸上，随后抽了某个侍卫的剑，去了皇帝的养心殿。当我将剑横在皇帝脖子上时，刘公公抱着我的腿苦苦哀求，娘娘冷静啊，为什么把他弄出来？我问。皇帝像是感受不到横在脖子上的剑刃一般，低头看着自己的奏折，直到批完那本奏折，他才抬起头微笑道，时候到了。我手一软，倒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他眼里闪烁着的疯狂。我总感觉隐隐有些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后面1连半个月，皇帝都宿在于氏的宫里，他的位分也一升再升，最终恢复到曾经的贵妃之位。不仅如此，皇帝甚至不顾前朝反对，为他赐名唤姓。曾经的罪臣之女于阴，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太傅妖女于莹，于是恢复了贵妃之位。最惦记的当属养在我膝下的谢承泽。虽然谢承泽早就出宫见辅，但隔3差5还是会进宫陪我吃饭，于是就每次守在他经过的路上，今日送双靴子，明日送件衣裳。在谢承泽又一次来我宫中陪我吃饭时，我问他，你想回到你母妃身边吗？谢承泽头也不抬，温声道，我此刻不就在我母妃身边，陪她吃饭邀。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和你说正事呢。他抬起头，我说的是真的，我只有你一个母妃。说完，他往我碗里夹了块莲藕，认真道，以后母妃不要再提这种事了，孩儿会伤心的。我愣了愣，好吧。然而天总是不遂人愿，皇帝就像是发了失心疯一般，下旨让谢承泽回到于氏宫中，理由是贵妃思子过度，要谢承泽去尽这8年未尽的孝道。去他妈的孝道！我本想着，若谢承泽再来，就宽慰他，让他忍一忍，等皇帝死了就好了。没想到谢承泽至此再没来过我宫中。再见到谢承泽时，已经是3个月后了。于是生辰，皇帝给他办了个宴会。3个月不见，谢承泽瘦了一大圈，曾经无论何时都温和的双眸，如今宛如一滩死水。
我借着宴会空隙想同他说说话，他却避我如蛇蝎。宴会没结束，就早早出了宫。晚上回到宫里时，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正想差人去他府上问问情况，皇帝身边的刘公公便火急火燎地赶来：“不好了，娘娘，大皇子殿下服毒自尽了。”我仓皇赶到谢承泽府上时，正巧碰到同样惊慌失措的于氏。看见躺在床上生死不明的谢承泽，我腿一软，差点稳不住身形。于是伏在他身上痛哭：“我儿，你为何要这么想不开啊？大皇子情况如何？”我问太医。太医摇了摇头：“殿下服毒太久，虽保住了一命，但能不能醒，还得看他的造化。只是大皇子求生欲极低，恐怕……”他话没有说完，但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短短3个月，是什么让一向性子温和的承泽失去了求生欲望，一心求死？我再也顾不得其他，一把揪起于氏：“你到底逼承泽做了什么？”于是此时悲痛欲绝，只是一个劲的喃喃：“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儿？”这时站在一旁的皇帝轻笑了一声。我看向他，他脸上无悲无喜，只是问于氏：“逼死自己亲生儿子的感受如何？”于是愣住了：“陛下，你是不是以为朕不知道你联系于氏余孽，意图扶持承泽篡位一事？是不是以为朕不知道你们前段时间故意陷害太子？是不是以为自己胜券在握？”3连问不仅给了于氏当头一棒，也给了我当头一棒。原来8年前他不肯赐死于氏，给于氏留一线生机，是为了今日的报复。他要于氏承受和他一样失去最重要的人的痛苦。他简直是个疯子。皇帝一步步自阴影中踱步而出，他语气虽冷，但嘴角却带着笑意。他对于氏说：“朕亲自为你准备了8年的礼物，你可还喜欢？”于是瘫坐在地，彻底崩溃了。为什么？为什么？他是你的儿子啊，是你的亲生儿子啊！而后发生的事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于是趁着皇帝靠近他，把出头上的簪子狠狠地插进了皇帝的脖子，随后自枪。一夜之间，皇帝和贵妃双双殒命。谢承乾顺利登基。谢承乾登基后，我就成了太后。我将谢承泽带回了临月宫，虽然他一直没有醒，但我还是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给他讲故事，从《西游记》讲到《水浒》，再从《水浒》讲到三国。谢承乾登基第4年，谢承义有了心悦的女子，是礼部尚书家的千金，性子温和，生得也好看，我便做主为他们赐了婚。同年，谢承乾也开始选秀，右相之女封后，左相之女封贵妃。他一碗水倒是端得平，只不过谢承泽还是没有醒。谢承乾登基第5年，谢清婉和驸马的第一个孩出生了。由于第一次养孩子，两人都不太熟练，3天2头就往我宫里跑，烦得我头发都白了几根。谢承乾登基第6年，最小的瑞昭也有了心悦的人，虽然是个不起眼的7品文官，但他真心喜欢，我也不好棒打鸳鸯，也为他赐了婚。同年，皇后和贵妃一前一后诞下2位公主，我的头发又被烦得白了几根。谢承乾登基第7年，到了我的生辰，一大堆人挤在我的临月宫，听我给谢承泽讲《西游记》，讲到唐僧师徒4人克服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时，一道沙哑的嗓音响起：“那孙悟空最终自由了吗？”所有人都愣住了，看向说话的那人，我也看了过去。昏睡了7年的谢承泽，一如10岁那年，笑得温和腼腆：“母亲，孙悟空自由了吗？”我眼眶酸涩，轻声回道：“自由了。”从此他不再被紧箍咒折磨，无论上天入地，他都将是世间最自由的齐天大圣。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